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2月25号，比特币价格又重新跌回到23000美金。不过个人 15K 的多单目前还是在坚守啊。然后今天想来跟大家聊一下，比特币下一次什么时候能涨，包括上一次 15K 的高点，希望朋友们不要去追，你尽量观察一下还有没有压回。而且它这一个 15K 朋友也是很聪明啊，就是雨水的24节气的高点转折位，上一次是在立春的高位转折位有一个中线的下跌，这一次也是在雨水的位置一个中线的下跌，也是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，不要再去追了，有可能整个春天它不一定会涨啊。小寒跟大寒的位置都已经涨成什么样了？春天还会再涨吗？我估计有可能就是箱体震荡。那至于下一次什么时候会涨，我今天也是统计了一下，这一个黄金比例的时间序列也是有发现一些自然现象，比如说 0.38 的位置前面一天有一根大涨，然后 0.618 的位置前一天也是一个上涨的高位，一个转折下来，然后1倍的位置它跟小寒的时间窗口基本上是重叠在这个1月4号到7号的位置开始一根暴涨，然后 1.38 的位置第二天是一个收盘的次高点， 1.618 的位置低档的转折。那下一次2倍的时间有没有可能会跟这一个位置是在惊蛰的位置啊？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2倍的时间是在3月5号，有没有可能会重叠，也是不排除哦。包括这个黄金比例的序列，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是要怎么来观察的，以及短线的比特币昨天也是在跟大家讲了，我个人也是在判断它真的能过这2条周线的均线图嘛？一个是很多欧美的主力非常看重的这一条50 MA， 还有这一条200的 MA， 这2个线压在高点那就过不去啊。但是现在压回来的话，短线要不要再做？我今天早上是又开了一笔狗狗币的多单，包括程序交易，昨天晚上3点多的时候也是有给了一笔在 0.08 附近啊。不过我开的比这个还要高，因为早上起来它价格已经有一点反弹了。当然昨天晚上比特币给的30分钟程序是没有命中啊，有失误的情况下该止损要止损，或者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目前的位置，我们整个比特币的技术形态到底要怎么来判断，以及整个日线也是跟大家讲了，尽量去观察这一个位置，现在20 MA 不能破，包括这个哈根阿喜感觉也是有跌破的迹象，所以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有可能整个大长线它还是在箱体震荡，需要很长一段时间。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，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这个时间哦，再来给大家回顾一下历史上它几个上涨或者是下跌的位置。比如说这一次雨水，朋友也是一直在聊，有可能25000是不能再去追了。不光是这个时间窗口命中在这一个雨水的位置，现在就是一个转折，上一次立春也是一个转折，大寒的位置一根大涨，小寒的位置这边开始启动，冬至的位置前面一天也是有一根大涨，其实这个位置也应该也算是一个启动哦。包括小雪位置之前也是在一个低档位置，然后立冬的位置这边是 FTX 交易所崩盘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更早的一些时间，双降的时候一个转折，基本上有24节气的位置，以前历史上是有统计过，大概率都会有转折，只是有时候你不好猜测它是要转折向下吗，还是要转折向上。如果是在空间的高位，比如说像这种空间的高位，它有可能就是在高点要转折向下，空间的高位转折就是向下。当然这个位置也不一定准啊，大寒的位置它是在震荡完以后它就继续在向上。那还有一个时间序列，我刚刚是在统计了一下，比如说前面的几个转折位，我们可不可以观察出来，就是它里面的一些浪形有没有在复制一个时间序列？我们可以从2022年6月份的这个低点，然后拉到这一个8月份的高位，也就是25000附近，后面是重新在崩盘的位置，也就是 FTX 交易所危机，大约是在15000的低点位置，重新开始计算它这里面上涨的一个时间转折 0.38 的位置，这边有一个其实就是前面一根有一根大涨，然后 1.618 的位置我们可以拉进来观察，它前一天是一个高点，然后1倍的时间这边开始启动，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 1.38 的位置，就是第二天它有一个收盘的高点啊，后面也是转折向下，
1.618的位置是在整个中线回撤的这个25000附近再上去。那下一次我们要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一个2倍的时间，它这边时间是在3月5号而且3月5号我们要记得也是24节气惊蛰的位置，所以这一次我们尽量观察，如果这个位置要震荡，或者是有没有可能破这个位置，我也不是很确定啊。然后前面在高位的时候有跟大家讲了几天，这一次整个短线的支撑你尽量观察，就是这个23000，目前是收盘还没有破。那至于短线我们要怎么来观察，想跟大家讲一下，有几个重点啊。当时在25000的高位是有跟大家提，量能是在退潮，还有一点是量能都是在下跌的时候放量，而且从4个小时有一些明显的迹象，就是这个位置有一根空方的吞噬，这个位置有一根空方的吞噬，都是下跌的时候开始出量，上涨的量没办法盖过这些下跌的量，然后这个位置也是有量。前面昨天是有跟大家讲，这边感觉是有一点转暖，但是没办法上不去哦。包括上一次有跟大家讲的几个压力位，短线里面这边有一个箱体，当时4个小时这个$24500，压力是有跟大家提过一个超短线的压力，这个位置最终是过不去，现在是下来的话，昨天是有一点量，但是量能后面是一直在缩哦，也没办法，最终是破了这个低点，所以后续我们去观察一下。它如果整个中线还是在这边震荡，那就不能把这个23000给跌破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还有一些支持要点。现在其实你如果选择低点要去做多是很难哦，包括我昨天也是有止损了一笔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还有哪一些支持要点，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里面的布林线，目前趋势是没有趋势哦，趋势是向下的。当然要不要做空，我是不选择做空，因为整个中长线还是一样，它趋势是向上，整个中线有可能它目前会震荡。如果这个23000破的情况下，那我们要怎么观察？我的估计有可能还是在这个箱体，上面是陷阱，下面也是陷阱，就类似之前加息50个基点的时候，这边也是一个箱体，上面是陷阱，下面是陷阱。它这边整理的时间太短了，因为当时这边一个陷阱出来之后，下面又挖了一个陷阱，那这边挖了一个陷阱，它只有短短的5到6天，其实这边时间是更长，所以压回来我的估计有可能还是在这整个箱体里面震荡。你如果要做多23000破的情况下，这下面不要去等了，看有没有在挖坑的位置，思路就是这样子啊。那另外还有一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哈根艾希指标，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的，我估计它不一定会有趋势啊。虽然是这边上去，但是这个哈根艾希指标会滞后的，所以也是一直在试，到底这个哈根艾希能不能撑住？我的一个观点是，有可能就类似这个位置，它翘头的位置，这边放绿柱，其实整个空间都是在盘整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微感时啊，目前的价格它是在撑这一个144哦。我们短线尽量就观察一下这个23000收盘的时候不能破，万一破的情况下，你不然就去等下一次的这个576跟676的通道，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中线的一个支撑或者是买点啊？大致比特币目前就以震荡为主来对待吧。当然短线如果有做对的一些朋友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早上的程序，3点多是给在 0.8 附近啊。我个人开的一笔多单，今天早上开的。现在是有一点短线的利润，不过并不多哦。狗狗币我的一个观点是这样子啊，当时在这个位置平仓的，也没有平在这个最高点啊，因为我看到比特币好像25000过不去，有一些败象，特别是4个小时里面2个空方吞噬出来之后，再加上 24.5K 过不去，后面就把狗狗币给偏了。当然短线我现在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准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这边如果是一个矩形的低档，它测了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，当然你也要烦一点，万一是破下去，那不然就等还有没有这个低档位置。只是在这个位置开的一个观点是这样子啊，如果它这边是一个 ABC， 我也不确定它西浪会不会再延长，或者是西浪要等服于这个空间，或者是要超过，是不是 A 浪的 1.618 倍？但是我感觉现在是上面平的一些空间又出来了，所以在这个位置先开一部分。有对的情况下，我不一定要平啊，或者是到时候设一个成本，不然就在 0.08 附近看它会不会再破下去。然后想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如果是右侧的一些朋友，
你也可以去观察一下狗狗币，比如说上一波的走势，这边突破20MA 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去做多，每一次有压回20MA 位置的时候都可以做多，包括这一个中线的转折点，当时也是在这边有命中过一个短线啊，就是它在踩这个20MA，不然你右侧的朋友也可以尽量看什么时候突破20MA 的时候，再看有没有压回的位置去做多。另外，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一个以太坊，我们再看一下，现在是这个位置到底能不能撑住啊？又是在这一根 K 线的一半附近不然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，既然大盘是在震荡，有可能整个中长线它也是在这整个大箱体里面来震荡。以太坊，我个人仓位是很重啊，因为当时低档的时候也是有继续买，这一个1000左右的时候也是有买，后面下来的时候也是坚定跟大家讲，我估计下不去啊。你尽量看它是不是在矩形震荡，如果这个位置守不住，那你观察还是1500这个附近看有没有一个支撑区啊。因为当时 FTX 交易所崩盘的时候，它这边不是有一个转折嘛？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讲1500，就是因为这一个转折区是 FTX 交易所崩盘的一个转折位，它这边筑了一个矩形再上来，那我估计这个位置有可能是很强的一片支撑区，撑了几次了，那这一次会不会再撑？我也不确定。如果有来到这个位置，你如果想买的话，有资金的朋友，你再观察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会撑住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有图。